女孩被父亲囚禁在家中20年，因为天生没有灵力，就连小小的丫鬟也不把她放在眼里，所以她十分渴望外面的世界。不料刚爬上墙头，就被调皮的孩子变成了一只兔子。可她非但不害怕，反而还当着丫鬟的面直接跳了下去，随后在大街上一路狂奔。可由于不熟悉道路，很快就被护卫团团围住。情急之下，她跳上木凳，没想到却被意外弹射到一个古怪的房间。可身体刚恢复正常，就听到一旁的袋子不断发出怒吼：“放我出来！”是你在说话吗？女孩好奇地摸了一下袋子，没想到竟意外解开了起源凶兽的封印。看到小家伙就要逃走，她急忙追了上去，不料却被恢复真身的桃物带到了天上。赶紧从我身上下去！我没有灵力，会摔死的。轻轻的话让桃物非常惊讶，因为身为起源子民不可能没有灵力。由于被封印太久，再加上一时分心，桃物一个没控制好方向，竟直接带着青青撞进了皇宫。出家！话音刚落，四周就出现大批士兵将他们团团包围。可当青青站起身子，陆将军才发现来人正是自己的废柴女儿。这时桃物也变回了人形，看到曾经封印他的陆将军，顿时怒火中烧，于是二话不说就向对方杀去。没想到却遭到青青的阻拦，不许伤害我爹！跟你爹一起去死吧！危急时刻，桃物突然被一把飞剑击伤，而青青则被剑主人及时救下。原来此人正是一直在外游历的靖王，也是起源大陆的最强者。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参加太子的加冠礼，不料却发现桃物带着青青撞入皇宫。这时桃物突然向着靖王背后杀来，青青见状立马挺身而出，危急关头耳朵突然发出一道强大的灵力，瞬间就将桃物震成了重伤。青儿这是有灵力了。靖王见状连忙与太子一起补刀，终于成功将桃物再次封印。为了报答靖王的救命之恩，于是邀请他去府上做客。回去后，青青被父亲狠狠训斥了一番，随后突然问起他是不是觉醒了灵力。难道不是靖王殿下吗？还是说我也有灵力了？看到青青迷糊的样子，陆将军只以为自己看错了，随后就罚他将启灵经抄写1000遍。可青青前脚刚答应，后脚就再次变成了一只兔子。他好奇地钻进墙角的洞口，没想到却误打误撞来到了厨房。厨子正愁没有买到兔肉，见状开心地将它拎了起来。可就在青青马上就要变成一道下酒菜的时候，耳朵再次发出一道强大的灵力，直接将菜刀震飞出去，随后急忙跳窗逃走。厨子气势汹汹地出来寻找，却只看到正在这里闲逛的靖王。得知事情的原委后，靖王随便给他们指了一个方向。原来青青情急之下竟躲进了靖王的衣服下，等到身体恢复后，他悄悄躲在石头后面偷听，想打探靖王灵气高强的秘密。不料靖王早就发现了鬼鬼祟祟的青青，于是故意向陆将军打听他的下落。青儿行事莽撞，正在闭门思过。话音刚落，靖王就发出一道灵力，直接让青青当众暴露。父亲见状大怒，本想将捣乱的青青赶走，不料靖王却觉得他很有趣，于是把青青留下来。这下他终于有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，就连酒水已经溢了出来都没有丝毫察觉。父亲看到他这副痴呆的样子，一阵头疼。而大姐的丫鬟一直都非常嫉妒青青，见状竟偷偷施法让他当众出丑。丫鬟的所作所为让大姐感到十分愧疚，于是连忙上前关心妹妹。而这时靖王也不再戏耍青青，随后用灵力画出一道符纸，并告诉青青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。难道这是靖王送我提升灵力的秘符？青青立马兴冲冲地回去实验，没想到自己竟真的有了灵力。在法力的催动下，无数颗花朵竟瞬间盛开。这时突然有丫鬟来报，说靖王赐了许多礼物，让每个院子派些丫鬟去拿。青青闻言十分高兴，她知道靖王给的一定是好东西，于是吩咐贴身丫鬟也去领取。可百合刚出门，就突然被一群人抓到大姐的丫鬟面前，不仅逼她在滚烫的沸水中清洗衣服，还偷偷动用灵力将她打入滚烫的铁锅。好在危急时刻，青青突然被一股蓝色能量包围，这才勉强捡回了小命。看到大小姐赶来，丫鬟连忙跪下推卸责任，说自己不是故意的，而大姐也只是让丫鬟向她道歉。道歉有什么用？你把这沸水里的衣服都洗干净了就行了。那沸水洗会死人的。眼见青青依旧不依不饶，丫鬟突然心生感意，竟再次动用灵气，瞬间向着青青袭去。危急时刻，青青的耳朵红光一闪，竟直接将丫鬟的攻击全都挡下来。灵力，你居然会使用灵力了！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父亲看到，随即就将他带去检测灵力等级。没想到青青的天赋竟是7级，这是起源大陆最高的等级，只要勤加修炼，必定未来可期。可青青的烦恼依然没有消失，虽然他拥有最顶级的天赋，但却无法凝聚任何灵力。在尝试完各种方法后，他再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这时青青突然想到之前变成兔子时，自己忍不住咬了靖王一口，然后突然之间就有了灵力，于是直接拉过百合的手咬了一口。可想象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，青青以为是咬的人不对，可靖王他又没有办法接近。就在他不知怎么办时，百合给他出了一个英雄救美的主意。不料青青的演技太过拙劣，一眼就被靖王看穿了。可没想到二人刚走，青青竟真的遇到了杀手。危急时刻，靖王听到呼救声及时赶来，直接将2个蒙面人撞飞出去。终于遇到黑衣人了啊！这次是真的黑衣人，没事吧你们？为了以防不测，靖王只好先送他们回去。眼看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，青青再三犹豫之后，直接抓住靖王的手就咬了一口。随后他迫不及待的尝试，没想到自己竟真的有了灵力。接着指尖往下轻轻一划，绣球就跟随他的心意落回原地。果然咬靖王殿下是有用的。青青顿时信心大增，心想只要多多接近靖王，说不定自己哪天也会变成绝世强者。于是第二天再次来到靖王府，然后向侍卫打听靖王的喜好。听说靖王最想要的是蹴鞠大赛的奖品，是换上男装的陆青青决定投其所好。来到赛场，扮成男儿身的她显得格外的英姿飒爽。
几番周折之后，靖王和太子都对他刮目相看，他也不负众望地拿下了今天的战利品。可就在回家的路上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，马夫和丫鬟都被打晕。这时只见一把匕首正向他刺来，关键时刻，他耳朵上的红印却将刺客弹了出去。可并未死心的刺客又冲了上来，突然一把刀划破了刺客的手腕。等看清是靖王时，刺客连忙转身就跑，因接连2次被人暗杀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靖王决定送他们回家。可就在靖王返回时，遇见陆红烛的手下，无意中看到了他受伤的手腕。靖王猜想，可能是陆红烛故意派他的女儿来接近他的。第二天又想趁伶俐的青青又来到靖王府，不在。对的，王爷今日不在府上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与郡王殿下约好了，里面请。被拦在外面的青青十分郁闷。为了知道靖王为什么不愿见他，于是他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茶杯，让丫鬟送去给靖王。可变了一天茶杯的青青实在太累了，就趁靖王睡着时出来活动活动。正当他想蹭一下伶俐时，靖王正在做噩梦，而且还有点发烧。眼看靖王就要惊醒的青青又变成了杯子，然而靖王顺手便拿起杯子喝水。这时青青却变回了人形。就在二人尴尬之际，陆青青又逃之夭夭了。这天青青让丫鬟使绊子，自己带着补药冲进靖王府，碰到刚好在洗澡的靖王。正当他想离开时，却被靖王误以为是小五，便叫他帮拿衣服。骑虎难下的青青准备闭着眼睛给他送了衣服，可中途还是没忍住看到了不该看的一幕，吓得靖王脸红心跳。这时靖王又心生一计，变了一盘桂花糕和一封密信同时放在一起，想试探一下青青是否是奸细。没想到青青对密信毫无兴趣，这下靖王也放下了戒备的心。